据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由副财长杰伊·尚博率领的美方官员今天会前往北京参加中美经济工作组第5次会议。但就在会议举行前，拜登政府不但宣布了对华加征301关税的最终决定，还持续释放再次收紧对华芯片技术出口的消息。在美国将经济议题用作对华施压工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应如何理性展开本次对话？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消息称，杰伊·尚博率领的一众美国高级官员，包含美联储官员，19号和20号将与中国官员在北京举行会谈。去年9月，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回暖，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加上此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宣布成立的中美商业问题工作组，中美两国当前在经贸领域共有3个工作组。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是中美经济沟通渠道的重要一环。19号举行的会议为中美经济工作会议的第5轮。从去年10月24号以视频方式举行第1次会议到现在，中美经济工作组保持着每1到2个月就沟通一次的高频率。舆论指出，两国高层官员定期会晤的目的是在中美这2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全面竞争的同时，保持及时沟通，防止因误判而发生冲突。不过，尚博此行正值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后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其中大部分关税将于9月27号生效，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加征50%的关税，对钢铁、铝、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产加征25%的关税。分析认为，美国在会议之前高调宣布提高关税，或试图以此为抓手或工具继续对华施压，而中方毫无疑问会要求美方不能将经济问题，尤其是关税问题政治化。目前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贸易战已经是这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表面上呢，虽然中国输美的商品它的比例在下降，但是事实上呢，中国的很多商品仍然是通过转口贸易，但仍然是到了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进口商，它其实是承担了这样一种供应链拉长之后的一种额外的成本。那么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它一定也会被转嫁一部分的成本，它会对这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对这个国家它的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对它的消费者福利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尚博在临行前表示，此行将与中方讨论一系列经济问题，既有达成共识的领域，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和融资挑战，也有存在分歧的领域，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4月访华期间提出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议题。耶伦本月7号表示，现任总统拜登的任期明年1月结束后，他可能不再继续担任财长一职，但在此之前，他可能与中方官员再次会面。因此，有舆论认为，尚博此次再炒作产能过剩议题，是为耶伦今年晚些时候访华提前设置议题。事实上，中方今年以来多次针对美西方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议题表达坚决反对，强调美方所谓产能过剩不是市场定义下的结论，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是美国搞保护主义打压中国发展的又一例证。好，继续关注美国大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7号在密西根州出席造势活动，那么这也是他日前再度遭遇暗杀未遂后的首次公开露面。特朗普在活动上吹嘘，只有影响力的总统才会遭遇枪击。You know, only consequential presidents get shot at. It's a dangerous business, however, being president. It's a little bit dangerous. It's, they think race car driving is dangerous. No. They think bull riding, that's pretty scary, right? No. This is a dangerous business, and we have to keep it safe. 特朗普还称，总统拜登和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也分别向他致电问候，他对此表示感谢。President Biden called me yesterday. It was very nice. We had a very nice conversation. And today, a little while ago, I got a very nice call from Kamala. No,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very, very nice, and we appreciate that. But we have to take back our country. We have to win. We're going to win. 哈里斯同日在费城接受全美黑人记者协会采访时也证实，他已致电特朗普表达问候。I checked on him to see if he was okay. Yeah. And I told him what I have said publicly. There's no place for political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哈里斯还表示，他对美国特勤局有充分的信心，并不担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
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同一天则批评拜登政府对特朗普的保护力度不够。That is a policy choice that our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hat Donald Trump deserves a lesser level of protection. Maybe with any normal formal president, that makes sense. It clearly doesn't meet the challenge of what Donald J. Trump is dealing with. So we ought to bump up his security. 此外，特朗普团队指责民主党重复用对我们民主的威胁、对这个国家的威胁等形容特朗普，也是导致其遭遇政治暴力的原因。对此，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记者会上进行了反驳。You added without evidence, because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here.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have always forcefully condemned violence in all forms, including political violence, and we certainly have never encouraged any violence in any way. 在密歇根州出席造势活动时，特朗普还透露，他将在下周与到访美国的印度总理莫迪会面。He happens to be coming to meet me next week, and Modi, he's fantastic. I mean, fantastic man. 印度外交部日前公布了莫迪在美国的行程。9月21号，他将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拜登主持的在特拉华州举行的四边机制领导人峰会，随后将前往纽约参加一些官方活动。但关于莫迪是否会与特朗普会面，印度外交部并没有予以确认。分析指，各国都在努力应对11月大选后共和党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同时也试图与民主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特朗普还不忘在造势活动上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特朗普放话称，哈里斯在11月当选的后果将是灾难性悲剧，美国的汽车工业将在2-3年内不复存在。If I don't win, you will have no auto industry within 2 to 3 years. It'll all be gone. 在争取密歇根州这一关键战场州时，哈里斯竞选团队同一天发布的回应声明也打起了中国牌，声称特朗普若重回白宫，将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将密歇根州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美国部分州已经展开选举的提前投票，但纽约州、佐治亚州、密苏里等10多个州的选举官员却纷纷收到了可疑包裹。据称，部分包裹含有不明白色粉末，导致2个州的办公室一度疏散职员。美国联邦调查局17号表示，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目前暂未发现包裹含有有毒物质或者爆炸物，事件也无人员受伤。有媒体称，发送包裹的人自称是美国叛徒歼灭军，目前情况仍在调查中。另一方面，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以50%对48%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前不久，美国知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公开表示支持哈里斯，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据美国广告公司数据，斯威夫特的背书似乎使哈里斯的网络参与度增加了250%。此外，在围绕妇女权利的讨论增加了100%，与民主有关的话题增加了150%。有评论称，在特朗普发帖说他讨厌斯威夫特之后，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抓住了这一点，把特朗普和斯威夫特之间的不和转化为对他们有利的拉票行为。近日，昵称毕黎的美国创作歌手比利·爱丽什也正式表态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毕黎和他的哥哥菲尼亚斯共同发布视频，呼吁粉丝为哈里斯投票。We are voting for Kamala Harris. We can't let extremists control our lives, our freedoms, and our future. 而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马斯克近日持续为特朗普发声。他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一则讽刺美国独裁之路的推文。马斯克称，除非特朗普当选，否则美国将陷入暴政，特朗普必须获胜。好，再来关注即将在下周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本多个民调显示，石破茂、小泉进次郎与高市早苗3人暂时领先。外界注意到，为赢得此次选举，9位候选人不把日本国内的经济民生等一系列问题放在首位，反而将焦点集中在对华战略，甚至台海议题上，这也让不少日本民众大感失望。9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及党首选举正式开跑，共有9名候选人参加，人数之多创历史之最。选举投票和计票将于27号进行，最终胜出者将接替岸田文雄，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最新民调显示，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以26%的支持率位居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前环境相小泉进次郎，支持率为20%，与8月的调查相比，两人的位次发生互换。排名第三的则是经济安全保障相高市早苗，支持率为16%。从支持者年龄层来看，小泉在39岁以下的年轻人中获得最多支持，而石破茂在40岁以上人群中的支持率最高。此外，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支持石破茂的人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距离选举还剩9天时间，加上约20%议员尚未决定把票投给谁，因此形势依然存在变数。根据日本的选举规则，9名候选人将争夺自民党国会议员每人1票的国会议员票，以及全国党员和党派盟友投票折合的地方票。这两种票各367张，合计734张。得票超过半数者胜出，否则将进行第2轮决选。由于当前各候选人的得票较为分散，外界普遍预计本次选举上演第2轮对决的可能性很大。那么这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竞争空前激烈，是受到黑金丑闻的影响。那么自民党内现在它的派阀相继宣布解散之后，自民党内传统的权力的格局和它的运行逻辑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一些有知名度和实力的议员不再受到派阀的约束之后他的行动自由度大大的提升，都想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来挑战一把首相的宝座。但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自民党过去以派阀主导的格局被打破之后不同派系之间良性的政策竞争现在也趋于消失。那么原来大家还可以比拼政策，那么现在主要比拼的是知名度和人气，因为自民党内议员实际上着眼的是下一步的众议院的大选。外界注意到，为了能在激烈竞争中杀出重围，相关候选人纷纷选择在极右道路上斗狠，也让这次选举成为日本政治与社会长期右倾化的一次集中大爆发。私は国の究極の使命は国民の皆様の生命と財産を守り抜くこと、領土、領海、領空、資源を守り抜くこと、そして国家の主権と名誉を守り抜くこと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1961年出生的高市早苗与前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自称是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尤其在外交和国防领域，他极力主张日本增加防卫预算和提升自卫队的作战能力。相较之下，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立场倾向自由派，但为了迎合强大的右翼势力，时常将修宪挂在嘴边。そして憲法改正について、私は戦後初めての国民投票を実施したい。支持率暂居首位的石破茂同样提出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允许日本拥有正式军队。这位67岁的政坛老将曾4次竞选自民党总裁落败，这是他第5次发起挑战。私は今度の総裁選挙を自分にとっての最後の戦い、このように位置づけ、全身全霊で戦ってまいりま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深圳卫视记者分析，日本面临的最大危机其实在国内而非外部，但对于少子老龄化危机、经济民生等问题，这些日本政客并没有提出务实可行的政策主张，反而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强硬，这事实上是一种转移民众视线的政治手法。值得注意的是，为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美国还一直在向日本等盟友施压，谋求所谓协同管制对华芯片技术出口。近期，美国和日本已接近达成相关协议的消息曝光。美国希望能在11月大选前公布新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其中包括通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迫使非美国企业必须首先申请出口许可证，才能向中国市场销售部分芯片制造工具。根据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即使是美国境外生产的特定物项，如其开发或制造直接利用了美国特定受管控的软件或技术，该等物项也将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管辖。这也意味着东京电子、荷兰阿斯麦这2家美国盟国的主要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将受到极大影响。过去几个月来，拜登政府几次派出官员访问日本、荷兰，就如何协调3国的出口管制规则进行谈判，施压盟友追随美国进行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按照几名熟悉会谈情况的人士的说法，尽管日本仍对联合对华实施管制的后果感到不安，但迫于美国压力，谈判已接近取得突破。不过，日本官员强调，由于担心中方反制措施，当前谈判局面依旧相当脆弱。这名官员透露，日本政府和企业尤其担心，如果东京采取美国正在推动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可能会阻止关键矿物的出口。
关键矿产品的价格现已在高位，一些日本企业向日本经济产业省表达忧虑，担心价格进一步上涨会降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一家专门从事矿产贸易的日本贸易公司高管则表示，客户需要供应有保证，而这些保证现在变得非常困难。外界注意到，去年8月1号起，中国对加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日本镓出口额锐减近3%，对日锗出口额也减少约1/3。镓和锗是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的关键材料。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政府宣布逮捕了一名涉嫌拍摄委内瑞拉关键设施的美国公民，但暂未公布这名美国公民的姓名。这也是本月以来委内瑞拉逮捕的第4名美国公民。En este instante, hace 20 minutos, estaba sentado yo allá adentro, fue capturado otro ciudadano de origen norteamericano que lo veníamos siguiendo, fue capturado aquí en Caracas, tomándole fotos a instalaciones eléctricas, a las instalaciones petroleras.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表示，这已经是本月委内瑞拉逮捕的第4名美国公民。同时，卡维略还现场展示了查获的美国武器。Esta es el arma orgánica de los Navy SEAL. Esta, que está aquí. Y fueron capturados varios de ellos. De hecho, yo traje algunos, una muestra representativa. ¿Qué dicen? 当地时间16号，委内瑞拉政府宣布缴获了一批来自于美国的枪支。当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电视节目中表示，这批武器由美国世纪武器公司生产，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武器引入委内瑞拉，用于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袭击行动。马杜罗在节目中还展示了一把突击步枪。Mira telescópica de alcance medio es un fusil de asalto construido por las fuerzas militares de Estados Unidos de uso exclusivo de las fuerzas militares de Estados Unidos. Tiene prohibido su negociación y su venta porque es uso exclusivo de las fuerzas militares de Estados Unidos. Como esto tenemos varios fusiles. 马杜罗表示，看来我们正处于美国权力的疯狂时刻。他们不仅想把俄罗斯引向一场全面的北约战争，还想加剧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并推翻所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进步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政府曾在14号宣布逮捕了包括3名美国人在内的一批外国公民。3名美国人中有1人是美国军人，为政府指认他们参与美国政府颠覆委内瑞拉政府的图谋，企图刺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官员。委内瑞拉内政和司法部长卡维略当天称，委内瑞拉安全部队截获了一艘船只，击获了包括手枪和步枪在内的400多件武器，这些武器是从美国运来的。情报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武器贩运，同时与委内瑞拉反对派勾结，企图暗杀委内瑞拉国家领导人。Estos fusiles eran para hechos terroristas que iban a ocurrir aquí en Venezuela. Terrorismo promovido por sectores políticos. 14号当天，美国政府证实一名美国军人在委内瑞拉被捕，但否认有关颠覆指控。随着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7月胜选连任，美委关系紧张态势加剧，马杜罗政府面临美国进一步的制裁的压力。委内瑞拉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对委方官员实施新一轮制裁。声明说，美国的单方面强制措施是新的侵略罪，也是不正当和非法的行为，表明美国政府再次完全无视国际法、人民自决和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意愿。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包括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罗德里戈斯等在内的16名委方官员实施制裁。法国国民议会办公室17号裁定，由部分左翼政党成员发起的弹劾总统马克龙的程序为可受理程序。该弹劾动议将送交法律委员会进行审议，如果通过，将被列入国民议会程议。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则，这一弹劾动议需得到国民议会2/3议员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布丽基特因为在热门剧集《艾米丽在巴黎》客串表演，引发争议。
在最近的一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最多席位，但没有取得绝对多数。但马克龙没有任命左翼候选人为总理，而是任命了资深右翼政治人物巴尼耶为政府总理。部分左翼政党成员认为该任命没有尊重选举结果，故而提出弹劾总统。该党提名的露西为总理候选人。露西表示说，他已准备好执政，并愿意妥协，以完成任务。Ici venu rappeler au président l'importance de respecter le résultat des élections et de sortir le pays de la paralysie dans laquelle il est plongé. Nous sommes venus proposer une solution de stabilité. 但周一与马克龙会面的极右翼领导人表示，该党将阻止左翼联盟总理候选人。Notre position, elle reste inchangée par rapport à celle que nous avions exprimée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dans son programme, dans ses mouvements comme dans les personnalités qui l'incarnent, représente aujourd'hui un danger pour l'ordre public, pour la paix civile et évidemment pour la vie économique du pays. 马克龙将举行新一轮磋商，努力组建新政府。但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表示，除非讨论左翼候选人提名，否则他们不会参加新的磋商。马克龙面临弹劾风险的同时，他的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却真人客串了热门剧集《艾米丽在巴黎》。作为一部高人气时尚剧，《艾米丽在巴黎》已拍到第4季，而布里吉特是该剧的铁杆粉丝之一。She's a big fan of the show. She invited us to have a meeting with her a couple years ago, and was so kind and warm and welcoming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show, and wanted to be in it. And I went, what? Okay. And so Darren and I were like, well, I'm going to make this happen. 果然，在最新一季中，法国第一夫人是法国旅游部门，希望借助该剧响应马克龙的号召，宣传法国的文化和旅游影响力。